生后，我遇到这一世最大的机遇，那就是华国老总要亲自见我，并邀请我加入紫禁智囊团。阿松啊，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你从智囊团的第5级别开始吗？何正风这是想让你成为他的接班人。现在就谈接班人，有点过了吧？所以我说的是他想让，而不是他要让。该说不说，选择让你从第5级别开始，为的就是让你用时间提前去征服那些日后会质疑你的人，为的是在那一天来临时，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实至名归。我之所求是闲云野鹤，是采菊东篱下，是悠然见南山。我可以为神州的全面复兴在所不辞，但那份担子我不想去挑。这听在其他人耳中也许会觉得有所矛盾的话，对林朝阳来说却是不难理解。谁跟你说肩负那一担子就不能闲云野鹤，就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老爷子，若按您的说法，如果何老师想着让我成为他的接班人的话，那我这趟紫禁面圣就是接受考验了，由紫禁之主亲自来掂量我的斤两所在。没错，这次面对紫禁之主，你必须要表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面来。不过我对此事一点都不担心，我相信你上次在智库大院中肯定是有所藏拙的，但这一次面对紫禁之主，你大可不必再进行保留，因为这场考验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你的商业王朝能庞大到什么程度。然而林朝阳不知道的是，他的这番话让叶松暗自在心中苦笑不已。身为一名具备先知之能的重生者，如果不进行任何保留的话，届时又会是什么场面？要知道，有国家兜底，有国家护航，有国家辅助的商业王朝，一旦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情况将会完全不一样。只不过想做到让国家帮忙兜底护航，甚至是辅助，这很难很难。难道就连华为都做不到这3点？所以今晚的这场面圣考验对你而言便是一场机遇。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接下来的路你自己走。来了。何老，老总还在忙着，先等会。好，看你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何老，不然呢？难不成我还得紧张到小腿直打哆嗦呀？叶松打笑应道。何正风闻言怔然一愣。我知道你小子的心脏大到不至于会因为面见我而紧张的。如果说你真紧张了的话，那我就该失望了。坐吧。听何老说，早在上次你造访智库大院时，你就分析断定卡尔塔王室必然会发生罢黜现任王储的事件，是吧？对，关于我为什么会认为卡尔塔王室一定会有罢黜现任王储的原因，我相信何老肯定已经跟老总您说过了。既然你能分析出卡尔塔王室会破天荒地进行罢黜王储这一先例，并且你又对卡尔塔王室产生了厚重兴趣，再加上你跟那位第5顺位的萨尔曼王子又建立起了友情来，那么料想你肯定也对卡尔塔王室的王储继任人选进行过一些分析推断吧？的确，所以我的分析是卡尔塔王室的新王储大概率会是萨尔曼。萨尔曼？以那位萨尔曼的生活作风来看，他不应该成为那个大概率吧？我想说的是，那家伙一直都是在扮猪吃老虎。扮猪吃老虎？这一点我已经确认了。另外，在卡尔塔王室罢黜王室事件发生后，萨尔曼就有联系过我，让我从9州安保中调派人手去负责他的人身安全。如果他真是那种心思只在享乐上的花花公子，如果他没有垂涎王储之位的野心，没有染指垂涎王储之位的能耐，他用得着来上这么一出吗？何正风瞬间皱眉。不过就算萨尔曼有那个野心，且又有那个能力，但在是否能够成为卡尔塔新王储的事上，变数还是极其之大的。你所指的变数是，那些竞争王储之位的王子们是否会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草包废物夺走本该属于他们的王储之位，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为此，我甚至敢说，萨尔曼一定会遭到暗杀，一定会，因为只要他不死，那王储之位将大概率会落到他头上，这无疑是那些觊觎王储之位的人所不能忍的。为什么说只要他不死，王储之位就大概率会落到他头上？这是不是过于武断了？如果说以史为鉴是一种武断的吗？那或许我多少是有些武断。以史为鉴，能在多年的扮猪吃老虎中一直隐藏着真实一面，甚至还营造出一副草包废物的人设，并且多年以来都不曾被人发觉。这类人在古今中外的记载中，最终往往只有2个结果，一个是成功上位，一个是在即将成功的最后阶段被害。话到最后，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几分轻浮之色。殊不知，无论是何正风还是紫禁之主，都在叶松的这一话下微微变换起了表情来。显然，这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回答。如果站在智库的角度上，你觉得这种说法说得过去吗？或者该说，适合吗？我知道这没有说服力可言，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能回答的也仅限于此。再一个就是何老，我相信智库那边肯定已经有相关人员就卡尔塔王室这出乱子整理出了一众王子们的具体资料摆在你面前了。所以就您来看，基于我所提及到关于萨尔曼的那些，你又觉得卡尔塔王室的哪位王子能够成为新的王储？另外再多说几句题外话，卡尔塔王室的这场王储之乱必定会引来很多国家的暗中介入的。不说其他，就说老美，
他们必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打个比方说，如果下任卡尔塔国王是亲美派，这又会给华国带来怎样的麻烦？这些，我相信您二位肯定比我想的更多，看得更远。由此，你们肯定对那些个王子有了一定层次的研究，并且心里头已经有了答案。那你认为老美会对哪位王子进行介入扶持？我的认知以及所能获得的信息有限，所以这显然不是我能够分析出来的。但我想说的是，无论老美会对哪位王子介入扶持都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华国得找一位亲华的王子进行支援，尽可能的去助其上位。萨尔曼吗？对，必须是萨尔曼。据我从萨尔曼那儿获得的信息，卡尔塔王室那些王子当中有不少都是亲西方的，特别是亲美，尤其是那位叫拉赫曼的第2顺位继承人，更是亲美的代表人物。如果让他成为王储，成为下任国王，该说不说，日后有华国头疼的。就算对方威胁不到华国都好，但一个劲的给华国上眼药，一个劲的给华国使坏，这也绝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听你这意思，是那位叫拉赫曼的王子有可能会在王储之位的争夺中对萨尔曼进行抹杀。是的，为此我让9州安保的负责人未雨绸缪的为萨尔曼制定了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的安保方案，其他的就看萨尔曼的造化了。何正风跟紫禁之主没再接话，而是彼此不由下意识地对视起来，脸上竟显着凝重之色。讲真，紫禁智囊团是真的没有考虑过这种情况，不但没将萨尔曼视为有力的王储竞争人选不说，更没有考虑过在卡尔塔王室的王储之争中会出现同室操戈的殒命状况。因为且不说卡尔塔王室过往未曾出现过如此情况，最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认为卡尔塔王室会容忍这种状况。卡尔塔王室的事先放一放，相信你应该也猜到我找你过来的用意了。出于何老之前在我面前似是有些过于将你给神化，所以咱们今天要聊的主题重点并不是卡尔塔王室那边。那不知老总想跟我聊什么？你认为华国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老总问出了这么一记似乎连3岁小孩都知道的问题。老美。好，那你认为老美现在最大的敌人又是谁？老中。好，在彼此双方的这种相互敌视关系下，你觉得老美接下来会怎么出手？会往哪些方面出手？叶松没有急着回答，而是表情认真的努嘴进入思索状。对此，何正风跟紫禁之主也没去催促他。片刻后，叶松那合闭着的双唇才缓缓松开。在外界看来，老美似是已经将能打的牌都打了个遍，但在我看来，那里头并没有真正的王牌。再往深了去说，老美自己也不认为那些牌能够轻易动摇得华国，更多的只是想让华国乱起阵脚，好为他们接下来的真正王牌进行铺垫罢了。所以你认为老美的真正王牌会是哪些？对方会从哪些方面出手？而咱们华国又该如何应对接招？另外，若换作你是老美的魁首，你又会如何对华出击？不再去浪费时间，紫禁之主一连问出了这么几个问题来。问完之后，眼中全然布满了期待之色。他很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一介商人来说，肯定是已经远远超纲的了。毕竟这是连智库中的首席国士们都不一定能够琢磨透的。但是叶松并不意外，甚至是他来之前就有想到这几个问题是必定少不了的了。当下稍作沉吟，端正坐姿，脸色随之进入凝重当中。一旁的何正风也在此时紧绷起了脸，一脸的凝肃。这些个问题是智库大院一直以来的首要研究方向。大国之间的博弈永远讲究的就是一个知己知彼，而胜负手也往往就在知己知彼这4个字上。只是让何正风想不到的是，老总竟是会一上来就抛出这几重问题。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谋士，你觉得什么才是最高境界？以身入局，举其胜天半字。紫禁之主跟何正风的神色猛然一凛，他们想过叶松有可能会给出的各种回答，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句。以身入局容易，但胜天半字，天下几人敢胜天半字？几人能胜天半字？若无胜天半字之勇，若无胜天半字之能，若无胜天半字之坚决，那又妄谈什么谋士的最高境界？那你认为你达到胜天半字的境界了吗？不，我从来都没想过胜天半字。从来都没想过胜天半字。换而言之，这是从未想过去当境界最高的华国谋士。这算是对何正风将他视为接班人的厚望所做出的回应。就在紫禁之主恍惚的刹那，叶松缓缓一笑，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逆天而行。何老，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得亏他是咱们华国人，得亏他有一腔赤诚之心，否则将是神州的灾难。之前我还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老总您面前过于将他给神化了。当下纵观他这一夜的表现，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低估他了。就怕这是一把会伤到咱们自己的双刃剑。他敢在咱们面前不做保留，这足以说明他不担心咱们会如何去对他进行定义。为此，除了选择放心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了。而且就算不放心，又能如何？让他人间蒸发吗？像这种大智若妖、算无一策的主儿，我相信他已经对后续或许会出现的每一种状况都做足应对之策了。所以，咱们该研究的是如何才能让他更加热爱脚下这片土地，如何才能将国家2字填满他的胸膛。他是真的能让华国再上新台阶。